大家好，我是许剑桥。刚才大家看到的是观光局所拍摄的赞台湾旅行宣传片，影片里主打的正是台湾美食。根据观光局的统计，以小吃闻名的夜市始终高居旅客来台走访景点的人气王，美食也确实扮演台湾的外交大使，成为吸引国外旅客来台因素的第2名。在众多台湾美食里，台湾料理是一种标志台湾特色的菜肴，它与台湾历史的发展互相辉映。这一集的课程，我们就将带领大家一起来了解台湾料理的缘起。台湾料理成为一种独特的饮食类型，是从日治时期开始的。在台湾日日新报中，台湾料理一词是在1898年出现。那一年5月，我们就看到有一则新闻里面指出，嘉义举办的官方园游会设置有台湾料理店。因为对日本人来说，台湾料理是一种与日本料理以及当时已经出现的西洋料理不同风味、不同类型的菜肴。不晓得各位同学是否印象，2015年的世界博览会在哪里举行呢？答案是米兰，并且这一届的博览会的主题就是食物。台湾馆首次在博览会亮相，是1903年在大阪举行的第5次本国劝业博览会。这一次的博览会呢，还设立了台湾料理店。台湾料理成为被展示的地方文化。而从3月开店到6月底，来台湾料理店消费的民众将近有39000人之多。让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 menu， 可以发现台湾料理的食材是以海鲜和鸡肉为主，尤其鱼翅是当时台湾特产，像当中的一道桂花鱼翅就流传至今。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台湾料理不是一般民众食用的家常菜，而是宴客菜。台湾料理的消费者是经济条件好的日本人和台湾上层阶级，这也意味着台湾料理是与台湾的宴客文化一起发展出现的。而日治时期主要的宴客场所是酒楼，台湾料理作为日治时期的宴客菜，在1920年代的江山楼达到最高峰。江山楼的老板是吴江山，他花费10数万元，在今天台北市的大同区龟虽街和甘州街口新建了一栋红砖4层楼的建筑。这栋建筑物在1921年落成，在当时普遍是平房和2层楼街屋的年代，可以说是很宏伟的地标。里头设备极尽豪华。所以呢，饮食方面自是相当的讲究，像连横、蒋渭水就经常在这儿宴客。江山楼被视为台湾料理的代表，但它不是一开始就标榜卖的是台湾料理。从台湾日日新报刊登的广告可知，江山楼最初标示的是支那料理屋，它能与和洋料理界永远抗衡，也就是说，江山楼的菜肴自成一格，与日本的和食及西洋料理是不同的。但是后来因为某一个人的缘故，台湾料理的代表性逐渐确立了，江山楼的自我定位也逐渐改变。想请各位伙伴想一想，是谁有这样子的影响力呢？是日本昭和天皇，还是台湾第8任总督田健治郎，或者是台湾民族运动先驱蒋渭水？是他，是他。
还是他呢？答案是大正12年，也就是1923年来台湾的日本裕仁皇太子，他也是后来的昭和天皇。他来台湾时是由江山楼负责御宴。根据《台湾日日新报》的报道，皇太子的饮食是由江山楼负责。为了准备御宴，厨师在1星期前就要隔离斋戒沐浴。而台湾料理御宴的菜单依序是：第一道菜是燕窝，接着大致是1汤菜1干菜，有雪白官燕、金钱火鸡、水晶鸽蛋、红烧火翅、八宝菊荨、雪白木耳。到第7道时，以点心炸春饼表示整套宴席已到一半了。下半席以鳖、海参、鱼为主菜，有红烧水鱼、海参竹茹、如意鱼粒鱼、火腿冬瓜。最后以八宝饭和杏仁茶为甜点，完成全餐，共13道菜。之后到江山楼吃台湾料理，几乎成为日本皇室来台的必定行程。江山楼作为当时台湾料理屋的代表，几乎是不可动摇，并且从昭和2年，也就是1927年12月10日起，江山楼主人开始在《台湾日日新报》发表了一系列介绍台湾料理的专栏文章，为台湾料理留下更清楚的论述。报纸上指出，虽然台湾料理刚开始是由中国传入的，但是在风俗习惯、气候、材料的影响下，料理中逐渐添加了本岛特色。于是呢，具有充分而独特的地位。报上还说，支那料理有北京、四川、广东、福建4大系统。台湾料理虽然有4大系统的元素，但正如菊越淮为止，经过风土习俗的改变，台湾料理早已和支那料理大为不同。江山楼主人并且将台湾料理分为4种：特殊料理、一般料理、当季料理与即席料理。所谓特殊料理，指的是食材昂贵的菜肴，像是烤乳猪、燕窝、鱼翅等。主成的菜就包括有雪白官燕、红烧鱼翅等。除了特殊料理，作者将其他的菜肴都归于一般料理。而作者对一般料理的介绍是以食材来分类，像是有鸡、鸭、蔬菜、虾、蟹等。光是鸡的做法就列出了20多种。另外还有许多费工、食材昂贵的菜，包括挂炉烧鸭、生炒鸠酥、水晶鸠蛋等。其中挂炉烧鸭据吴江山的食谱，是把咸菜呢塞进鸭子的肚子里，外面涂酱油，以烧红的炭烤40分钟，就可以片肉上桌。要吃的时候，再用2片吐司相夹，吐司上头还要涂番茄酱。这和我们现在普遍吃烤鸭是涂甜面酱配青葱的吃法是不一样的。当时这道料理应该有几分创新的味道，所以台湾料理这个概念是日治时期因为相对于日本料理、西洋料理而被凸显产生，并且呈现了从支那料理到台湾料理的转变。事实上，日治时期所称的台湾料理，菜色内容也包含了许多中国的地方风味，像挂肚烧鸭、东坡肉等。但由于政治上，日本人因为有将台湾与中国划分的需要，所以将之称为台湾料理。
后来则借由江山楼的阐释和文化展演，让台湾料理逐渐成为展现台湾的一项重要文化代表。台湾料理在当时的形象是昂贵的、精致的、高级的，从菜色、上菜的顺序都有一定的规范，吸引上层的阶级前往宴饮。所以，台湾料理是当时社会地位的象征，和今天我们说的清粥小菜、快炒、路边摊的台味大相径庭。事实上，一般的家常菜、路边小吃、办豆，才是多数老百姓的饮食经验，也是台菜的另一个重要面向。这个面向因为日治时期与战后初期都不是台湾饮食文化展示的主要内容，因此未被命名。所以在这样子的脉络下，台湾菜要等到1950、60年代才成为比较普遍使用的词汇。而台湾料理借用日文“料理”一词，指称上层阶级在酒楼或宴席食用的菜肴。所以，台湾料理一词早于台菜，同时形塑出料理与菜之间具有不同的社会使用意涵和阶层性。当然，它更表示了台湾料理已经成为一种饮食类型，彰显出台湾料理文化的独特性。我是许剑桥，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台湾阿嬷的芭比时代再会。